摧毁了10几座城市。我朋友、亲戚周围的都有已经死的，现在正在死，双方国家的人，他们死了我们开心吗？肯定不开心啊。你家里是马尔乌波尔的哈？马里乌波尔是。马里乌波尔。对对。战争发生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2月23号，我当时休假的第一天，我就去哈尔科夫市看我朋友。我当时在基辅，当时买票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就正常买票啊，但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嘿，有惊喜来了，这种惊喜，到现在还是在飘着呢，空中。你把它叫惊喜。我说的是本来，但是没想到，这是俄罗斯邻居的这种好惊喜，所以到现在不敢相信呢，他们做出这么愚蠢的。当时在哈尔科夫那个时候是炮击还是导弹还是地面部队进攻的？我当时还分别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有就是爆炸的声音。我当时5点30左右，因为爆炸声音而起来。我觉得不知道什么东西，说不定就某辆车爆了，或者是不知道。我当时完全是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就起来了，突然醒来了，觉得没事再睡一会儿吧，反正我们8点多集合，然后就先睡着，睡不好觉，不知道为什么。然后6点多，我朋友给我打电话了，说吉利，普京宣布军事特别行动。我说你说是战争吗？他说就是我说当时那个市区里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怎么说呢？大家心里不安，然后就肯定着急啊，因为很多人在往外跑，是吧？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啊，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呢。你是没有任何意识，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你也不知道这个导弹或者是什么炮击是从哪来的，你肯定不能打电话问，下一个从哪来？这么开玩笑呢，在打仗呢。你父母当时是在？父母是在马里乌波尔，就是战争发生的时候。是。他们呢？他们当时是什么遭遇？就是觉得2014年有发生过这个事情，他们觉得不会离开。这次也可能就是闹了几天就结束了，像2014年一样的。所以觉得一开始没打算离开。不是，就完全不打算。他们说我们去朋友家在那边待一会儿，他们有一个就防空洞，可以地下室，就可以坐几天吧，挺一下就过去了。对，停一下。然后我们扎波罗热州那边有亲戚朋友，然后就决定在那边见面。后来你就没让他们回去了吧？没让回去了。后来就没让回去了。那后来他住的什么地方？就我母亲的姐姐家。那在哪个城市啊？就是在扎波罗热州一个小村庄吧。对。他们现在还住在那儿吗？还在呢。The ruins of Mariupol are symbolic of Russia's devastating bombardment, and now the city's last defences may finally be about to crumble. Mariupol is now a wasteland. The Russian military insists the port city forces defiant, locked in a fierce battle in what could be the last stand for control of the critical port city. Overnight, hundreds of Ukrainian fighters at the Azovstal steel plant in Mariupol laying down their arms and now evacuating the city. 后来马里乌波尔我们都知道整个被俄军占领了啊，那他们还回得去吗？回不去了。那肯定啊。我母亲当时因为觉得是要离开2-3天的，她只带了几件衣服，
完全没想，他就觉得也是2-3天的，所以带了一些最需要的东西，不知道牙刷呀，梳子啊。那现在马里乌波尔的家里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呢？谁都不知道啊。第一是有很长时间联系不到任何人，都没有水，停电了，没有暖气，然后很难。然后我们就知道有看过一些照片，是我们是住5层的一个住宅楼，然后对公寓，也就被打了两次。被打了2次，被那打了2次。被破坏了吗？破坏了，已经破坏了。那你父母的房子它坏了吗？房子好像有一定的损害，但是是不是所有东西还在，还不是谁都不知道。就是知道是俄军后来好像是有进每一个人的家庭啊，偷抢东西啊之类的。这个我估计这个现象已经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过来是强偷东西，而不是过来打仗之类的。哎，真的是像布加的那个世界，都洗衣机都拖着拿回去呢，因为家里他们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哎，真的太恶心，真的讲出这些。那比如说，那么马里乌波尔啊，如果要是乌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反攻不下来的话，那你父母怎么办呢？那家在那面，会回去吗？他们肯定回不去。他们不会回去的，他们不会回去，肯定不会的。为什么？凭什么回去啊？跟这些鬼子混吗？但是家在那，你要不回去的话，那家怎么办呢？那房子怎么办呢？让他们住着吧，对吧？不要了。那你要了的话，也就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嘛，你去打回去吗？但是你平民，你要通过别的途径回到马里乌波尔，不可以吗？在那儿继续生活。有些时候，这又不是个人利益的问题。当你的朋友被敌人击杀了，你会觉得，或者是你会觉得，哎，这个人还不错，他已经打了我的朋友，他已经摧毁了几座城市呢，但没事，我家在那边，我回去住着呢。这要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做出这种愚蠢的事情？你觉得做不到是吧？你父母是吧？我父母都不会去想往这方向的，在敌人的环境中生活，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是不能接受的。那我知道很多边境城市的这个乌克兰的家庭，很多人在俄罗斯那边都有亲戚啊。那你们家有吗？我奶奶的姐姐是在俄罗斯住着呢。但是因为他们保持着和俄罗斯政府一样的想法，我们就断交了，没有来往了，没有来往了，完全就是就因为这件事情吗？2014年发生的那些事情之后，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不这么友好了。对，后来他们洗脑的这个工作，俄罗斯对他们做的更加精致一点吧，所以他们就脑子里特别完美的一个环境里面住着呢，浴缸里什么都看不到听不到，就是自己这个汤里。我们真的是和俄罗斯人不一样，再也不希望别人拿俄罗斯和乌克兰做任何对比。20到30岁之间的这些年轻人，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国家，就是不希望任何俄罗斯人能够在乌克兰正常活动了。我们真的是希望把他们赶走。很多俄罗斯人都说，就是在边境地区的一些俄罗斯人受到了这个乌克兰的纳粹的这种打击嘛，甚至说那种排俄的那种情绪啊也很严重。是吗？对，就包括中国的很多读者也是这么认为的。很多中国的网友都是认为啊，说乌克兰那个有那亚速营，就是纳粹嘛，屠杀那个在那个乌东地区屠杀俄罗斯人嘛。那你了解的情况？有时候这些事情都跟这些人都不要再说话了，你知道吗？你不信的话，你过来，
你过来亲眼看看就是了。你再说多了没用，我们聊了半天就没用。你过来吧，行吗？我给你买机票，你要是愿意的话，我给你办签证啊，过来。你是说这种现象根本就不存在，还是说？哎，您看，我觉得这个全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绝对性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个人没见过什么纳粹分子啊。但是你说的是乌克兰人口这么大的国家，不会存在一两个，说不定也有，我怎么知道？就像在中国，支持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的、支持其他国家的，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的想法和思路，对不对？那你说不定中国没有纳粹分子嘛，说不定也有一两个，对吧？但这并不代表大多数呢。那你在马里乌波尔长大啊，你应该清楚，你刚才说每个民族都有少数的可能会有纳粹分子啊，那大多数就你刚才说大多数，那你自己的感受啊，你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你感受在边境那些地区里头，有没有对俄裔的这些俄罗斯人的歧视，或者说对那俄罗斯文化的歧视，比如说不让他们说俄语呀，或者说我已经说过几次呢，没有，就是不怎么说呢，不让说俄语的，或者歧视说俄语的呀，有吗？没有。哎，怎么说？我不能代表就是所有的人，大多数是没有的。大多数是没有的。我们就马里乌波尔的菜单在餐厅里都是写的是俄语的，有俄语的、乌克兰语的。那你说有什么样的歧视啊？你现在打电话，我现在跟我父母也有说俄语呢，也有说乌克兰语呢，这没有什么歧视。你们其实是乌克兰人是吧？我就是纯粹的乌克兰人啊，但也经常说俄语。是啊，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会说几种语言，所以我对其他国家的尊重也是通过语言来表达和展示。语言是一种工具，是一种交流的方式。那你们那个马里乌波尔肯定也有很多俄罗斯人啊。有啊。那平时大家在交往的过程中，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那个地方，他们那个关系怎么样？没问题，很好，就很正常，是吧？在我的家庭里面是正常，就是你要是在乌克兰，你就是你想聊什么内容都可以聊，就第一是没有问题，第二，你要是在乌克兰说乌克兰不好吗？可以，那就请你到你喜欢的国家去。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他是在乌克兰长大，他是在乌克兰读的大学，但他就是喜欢俄罗斯。哦，是吗？他是乌克兰人还是？他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我们没想到，就是怎么说呢？2014年没发生的这个克里米亚的事件，对，或之后就是被打的、被占领的那些地区之前，我们根本都没谈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冲突发生之后，就相当于是一种给大家算是一种，也可以说是选择吧，对吧？你就是渐行渐远了，是吗？对，你喜欢谁就跟谁在一起吧。后来他决定去俄罗斯。他就是战争发生之后。对，2014年的时候，他就去俄罗斯了。他就去俄罗斯了，就不回来了。后来后悔了几次。后悔了？为什么？后悔了。你怎么知道他后悔了？后来大家也见过面，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工作有些难啊，就没想到会这那，反正就没有想象那么好。”是没有想象那么好。然后就是有说过，其实有些人看到了我是乌克兰的，也对我也有一定的看法吧。歧视，不知道他说的不是歧视，但是这种看法意思是从其他角度去考虑他整个的情况吧，可以这么说。然后这次战争开始之后，他就说没想到俄罗斯这么不好，就感觉不一样了。那他有打算回来吗？
他现在第一是回不来，第二后来他的一些亲戚发生就是去世了，他的家人去世了，他很后悔，没来得及看他们。听说你最近准备去波兰是吧？是想去参加一个就是培训的项目，给乌军做培训的那些，给他们做翻译是吧？做翻译，我是非常想去，非常想去。想尽可能的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我们的士兵去学习，比如说是怎么使用一些武装设备啊，或者是怎么去不知道学一些新的战略的技巧啊，或者是打法啊之类的。对，所以很想去。但是没有那个批准的话，你能出去吗？因为现在我知道乌克兰人男的嘛男性都不让出国的。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吧，可以算是。对，我出境的时候，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规定。和规则，还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相当于是他们要是知道了我的目的是帮助，比如说是乌克兰的士兵们，说不定可以放我走，因为兵役局本身就不反对。兵役局不反对。你跟兵役局说过了是吧？说过了。我也是坦白的，我也不想欺骗某人，对吧？然后我也是去了做了体检，在兵役局那边做了体检，也都是公开的，已经就是报名了，登记了。我说我想作为一个军事方面的翻译，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些士兵们，所以他们说行，不反对，你去试一下。那这个算不算入伍呢？什么算不算就是参军呢？参加乌克兰军队？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这种参军的，我觉得战争时期，你为国家做的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是能够协助帮助国家去战胜打败这些侵略者，我觉得都可以算是参军了，因为这些军事方面的翻译，所以也可以算是参军了。其实要是要当兵去，我也不反对。你也不反对？不反对啊。之前我没当兵是因为我一直在上学，后来一直在出差在别的国家。那现在工作了嘛，其实是可以参军的，现在是吧？现在你状态不，现在是我们国家有规定，就是按哪一个年龄段，然后就是分期当军。所以我现在就是主动去兵役局了，他们没有招我，我主动去兵役局。对。那你不担心别人说你去波兰你是想逃避这个当兵的这个义务？因为你去波兰了，不相当于像别人说，你看他胆小，他逃跑了，你看他不留在乌克兰，知道吗？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要是去波兰帮助真正实际知道的我的心理目的的人，他们会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所以就像中国人一样呢，我给很多朋友们也说，你们不要瞎说，你们不要觉得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不是乌克兰打自己纳粹分子再打自己的人或者什么，你过来看看就是了，你自己看看，哪怕是你见着了一个纳粹分子，你自己亲眼认为是他，那是你自己的这种经历和经验，对吧？但是你过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来过乌克兰的人，来过乌克兰的外国朋友们都知道。大部分乌克兰人是什么样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一开始在中国的网上发了很多言，对中国网友说的话都被删除了啊，然后又经历了这漫长的4个月的战争啊，你现在你想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如果可以对中国的网友说几句话的话，你
你想表达什么样的一个观点？想说的很多，想说的是，一定需要，主动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这么发生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就是这么被别人操作的？第一，第二，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无论是在政治方面上，或者是在自己生活方面上，需要学会抛弃自己的利益，去尊重别人的生命。也需要明白，某一件事情没在你身上发生的时候，你不用以为不可能在你身上发生，所以一定需要学会从别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希望我的中国朋友们没有永远不会失去自己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希望永远不会体会像我们乌克兰人体会的这些悲伤的事情，希望不要在你们身上发生。但是希望你们明白，杀人、入侵是不对的。大家好，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回到了正常的生活，没有，今天夜里有2次空气警报，今天早上也是，每一天都是这样。